你是否曾经在逛百货公司时，对展示柜中所有的商品都爱不释手，甚至想把所有商品都买下来？然而，梦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却很残酷，最终因预算有限，只能从中买下自己最喜欢的那几个。现在就让我们来聊聊经济学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效用最大化。在传统经济学中，会有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个是资源的稀缺性，如同刚刚所提到逛百货公司的情境，因为人们欲望无限，而资源却具备有限性，因此也就出现了人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况。而这样的逻辑就衍生出了机会成本等相关概念。第二个是理性人假设，在传统经济学中，会假设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那什么是理性呢？也就是人们会依据自己的偏好，试图在有限的资源中，透过合理分配来提升自己满足的程度。这就是效用最大化的基本概念。当我们用数学公式来分析资源的稀缺性，就会以预算线来呈现。也就是当今天你的收入为 Y， 而你想买两个财货 X 财货和 Y 财货，价格分别为 PX 和 PY， 而你能买的数量则会因你的收入高低而有所限制，也就是在 X 财货上花的钱加上在 Y 财货上花的钱，两者的支出不可以多于你的收入，而在公式的呈现上会以等号来列示，象征刚好买到等同收入价值的数量，也就是 PX 乘上 QX 加上 PY 乘上 QY 等于 Y。若将这个公式图示化，就会是一条斜线，截距分别为 Y 除以 PX 和 Y 除以 PY， 象征若只买其中一个可以买到的数量。另外，斜率等于 Y 除以 PY 除以 Y 除以 PX， 也就是 PX 除以 PY。在这条预算线上的任何一个点所代表的消费组合，皆是在有限预算的前提下可以买到的最大量。而理性人假设则会以效用函数来呈现，若将它图示化，就会是无意曲线。无意曲线探讨的消费者偏好有三个前提假设。第一个是 completeness 完整性，也就是能明确排列出对指定两个财货的偏好顺序，一定是 x 大于 y 或 x 小于 y 或 x 等于 y 的其中一个。第二个是 transitivity 第一性，也就是可以从已知条件合理推断另一个的规律。例如，当已知 x 大于 y 且 y 大于 z， 则 x 大于 z 必然成立。第三个是 non-satiation 非饱和性，也就是 more is better 越多越好。那么无意曲线为何叫无意呢？它代表的是在线上任何一个消费组合带来的总效用，彼此间并无差异。所以无意曲线是负斜率的，因为图上灰色区域中任何一点的总效用都不可能等于一点代表之消费组合所带来的总效用。一点右上方区域中任何一点代表的 x 与 y 的财货量必然大于一点，而一点左下方区域中任何一点代表的 x 与 y 的财货量必然小于一点。所以无意曲线理论上是负斜率的。接着，我们来介绍经济学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则——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边际效用 MU 是指效用函数的偏微分，而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是说明，当我们每多拥有一个单位的指定财货，带来的效用会越来越低。就如同参加甜点吃到饱的活动，在刚开始开吃的时候，进食的速度可说是狼吞虎咽，可是通常在吃了1个小时后，会渐渐发现自己吃不下去，除了是因为吃撑了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吃腻了，而这个腻了就是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除此之外，无意曲线的切线斜率，也就是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边际替代率 MRS，
MIS_XY 所指的是消费者愿意放弃多少 Y 来换取一单位的 X， 公式就是 U 对 X 的偏微分除以 U 对 Y 的偏微分，也就是 MUX 除以 MUY。根据前面提到的边际效用递减，以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推断出 MIS 也是递减的，所以在通则上，无意曲线的切线斜率是递减的，因此无意曲线通常为负斜率且凹向上的曲线。当然啦，有通则就会有例外，如果这两个财货彼此为完全替代，也就是效用函数是图上显示的类型，此时 MIS_XY 不会递减，因为 U 对 X 做偏微分，也就是 MUX 会恒等于 PX， 且 U 对 Y 做偏微分，也就是 MUY 会恒等于 PY， 因此 MIS_XY 恒等于 PX 除以 PY 为定值，这时候的无意曲线就变成一条直线了。还有一个例外，也就是当两个财货彼此为完全互补，这时候 MIS 等于0或无限大，无意曲线就会呈现 L 的形状，因为完全互补的定义就是这两种财货必须一起被消费才能带来效用，单独消费其中一种财货并无法带来效用，所以不存在用 Y 换取 X 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有一家奶茶专卖店，红茶和牛奶的配方比例为2:1，此时的效用函数和无意曲线就会是画面显示的样子。接着，我们将预算线和无意曲线放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效用最大化的点，也就是预算线和无意曲线相切的点。此时无意曲线的切线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那要如何证明呢？就让我们回到数学公式。如果想以公式的方式计算，就会用到微积分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拉格朗齐模型。ST 代表 subjective， 受限于点点点的意思。当我们要表示出在指定预算要带来最大的效用，就会列出画面上呈现的式子。然后我们将其进行偏微分，就可以得到一个规律 ：MUX 除以 MUY 等于 PX 除以 PY。这个式子正好呼应前面所提到的无意曲线的切线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即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而当我们同时分析不同的 PX 对应的预算线，并以此画出纵轴为 PX、横轴为 QX 的曲线，就可以得到我们常听到的看似很简单的需求曲线，是不是很神奇呢？任何表面上很直观的现象，背后其实都会有环环相扣的庞大逻辑链隐藏其中。以上是我目前想到并归纳出的一些个人看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知道大家的看法是如何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提出自己的看法哦。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请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可以让你及时收到新影片更新的通知哦。你的订阅与留言支持也是我持续发片的最大动力。那么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